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下村健寿所著的《糖毒脑》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将为大家讲解让大脑高速老化让人变笨的食品；第二，将彻底解说让人1年内明显变老的习惯到底是什么。马上进入第一部分，让大脑高速老化让人变笨的食品。首先想介绍的第一种食品，就是会让炎症物质扩散全身的雪花牛肉加烤肉酱。说到维持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素，蛋白质绝对是其中之一。因此，富含蛋白质的肉类，本质上并不需要刻意避免。相反，高质量蛋白质其实应该积极的摄取。蛋白质不仅是肌肉和内脏的材料，同时也是激素和神经传导物质的重要原料。因此，一旦蛋白质摄取不足，不只是身体，连大脑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为了提升脑力，充分摄取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但问题在于，吃什么样的肉，以及怎么吃。在日本很受欢迎的雪花牛肉，以及方便食用的加工肉类，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角度来看，尤其需要注意。如果忽略这一点，即使你很努力地补充蛋白质，反而也可能提高健康风险。所谓雪花牛肉，是指脂肪像网状一样分布在肉中的牛肉。因为外观漂亮、入口即化，所以常被认为是高级食材。然而，问题恰恰就在于脂肪过多。过量摄取雪花牛肉中的脂肪，会促进内脏脂肪堆积，而内脏脂肪一旦增加，全身就更容易出现慢性发炎。此外，还会增加肝脏负担，导致代谢功能下降。如果这种状态长期持续，就会提高生活习惯病的风险。事实上，雪花牛肉代表高级的观念，据说是日本特有的价值观。一般来说，在欧美国家，人们更倾向选择脂肪较少的瘦红肉，因为被认为更健康。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认为理所当然的饮食观念，并不一定真的有利于健康。另外，日本人在吃肉时经常使用的烤肉酱，其实也存在很大的陷阱。因为为了提升风味，烤肉酱中往往含有大量糖分，由于味道浓郁又好吃，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摄取过量糖分。因此，当人们把高脂肪的肉蘸着烤肉酱一起吃时，不仅会受到脂肪影响，还会导致血糖急剧上升，以及胰岛素大量分泌。结果就是身体负担进一步加重，健康风险也会提高。基于这些原因，可以说最健康的吃肉方式其实是简单的吃瘦牛排，只撒盐和黑胡椒调味。烤肉酱除了含有过量糖分之外，还含有大量添加剂，对健康并不好。即使吃的是健康的肉，如果再搭配不健康的烤肉酱，就像在健康沙拉上淋满不健康沙拉酱一样，会让原本的健康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建议大家尽量以简单的方式食用脂肪较少的瘦红肉。接下来想介绍的另一种危险食品，是会让神经细胞裂化速度加快 1.6 倍的萨拉米香肠和咸牛肉。所谓加工肉，是指为了提高保存性和风味，而经过烟熏、腌制、发酵等处理的肉制品。具体来说，包括培根、火腿、香肠、萨拉米香肠、咸牛肉等。这些加工肉被认为会从多个方面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含有大量盐分。过量摄取盐分会提高高血压风险，而高血压又会进一步增加血管性认知症的风险。第二个问题是含有大量饱和脂肪酸。一般来说，加工肉中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容易导致内脏脂肪堆积以及全身慢性发炎。从长期来看，这也会成为严重的健康风险。此外，在加工过程中，还容易产生一些有害物质，这一点也不容忽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加工肉与认知症风险之间的关系。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加工肉会提高大肠癌风险。一提到加工肉，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就是癌症，而这种认知本身并没有错。因此，为了避免癌症，本来就应该尽量少吃加工肉。但不仅如此，近年来，研究人员也逐渐发现它对大脑的影响。根据2025年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每周食用加工肉约2次以上的人，与每月只吃3次左右的人相比，
认知症的发病风险竟然会提高13%至14%。此外，该研究还指出，加工肉摄取量越多，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越快，甚至可能让大脑老化速度加快约1.6倍。因此，从预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尽量减少加工肉的摄取，并不是说吃肉本身不好，真正重要的是选择什么样的肉，以及怎么吃。肉类之中也存在健康的肉和不健康的肉，尤其是对于需要积极补充蛋白质的老年人来说，肉类几乎是必须摄取的食物，但请尽量避免加工肉。正如前面所说，更推荐大家以简单方式食用健康的瘦红肉。那么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让人1年内明显变老的习惯到底是什么这一主题的解说。首先想介绍的第一个会让外貌明显老化的 NG 习惯，就是为了清除活性氧而过度摄取抗氧化物质。所谓活性氧，是人体在代谢氧气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我们通过呼吸吸入的氧气，会在细胞中的线粒体制造能量时，引发各种化学反应，而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活性氧。这种活性氧不仅会在全身器官细胞中产生，大脑中的神经细胞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只要人活着，体内就会持续不断地产生活性氧。另一方面，细胞本身也具备清除过量活性氧的机制，因为如果活性氧大量产生并堆积，就可能损伤细胞，甚至导致细胞死亡。正因为如此，活性氧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对身体有害的东西。近年来，它甚至几乎被完全视为坏东西。因此，现在越来越多人会服用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补充剂，例如维生素 E、维生素 C， 希望借此清除活性氧。但作者指出，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却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活性氧并不一定全是坏的。有趣的是，与运动调节密切相关的小脑，反而会主动产生较多活性氧，因为小脑会利用活性氧来调节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并形成与运动有关的记忆。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活性氧其实对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是有帮助的。2024年，京都大学的研究团队进行的一项实验发现，如果给小鼠过量补充抑制活性氧生成的维生素，结果会导致运动记忆出现障碍。这说明活性氧并不是越少越好这么简单。很多看似坏东西的物质，其实在人体内也承担着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身体需要它，所以才会持续产生它。因此，作者强调，不要轻易把某种东西简单划分成绝对有害或绝对有益，而是应该从更全面、多角度的视角来看待。对于依靠氧气维持生命活动的人类来说，只要呼吸，就不可能完全避免活性氧产生。因此，活性氧并不是应该被彻底消灭的对象，而是应该学会与之平衡共处的存在。如果盲目的把它当成敌人，过度排除，未必会带来好结果。做得太极端，反而可能破坏身体平衡，造成反效果。当然，通过天然食物适量摄取抗氧化物质，例如蔬菜、水果、酶类等，通常并没有问题。通过自然饮食获得的抗氧化成分，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对身体有益。重点就在于以自然适量的方式摄取。真正的问题是，通过保健品或补充剂过量摄取强效抗氧化物质。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做对身体好的事，但实际上反而可能增加风险。就像药物一样，适量时有益，过量时就会变成毒。抗氧化物质与补充剂也是同样的道理，一旦摄取过量，也可能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最终会发现，无论什么事情，平衡都非常重要。不要极端的排斥某种东西，也不要过度追求某种东西，能够在适度范围内与各种事物保持平衡相处，才是真正有利于长期健康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要介绍的另一种会让外表明显老化的 NG 习惯，就是长期只摄取特定营养素的习惯。关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我们身边充满了各种信息，例如运动对大脑有好处，吃鱼会让人变聪明，某种食物能提升记忆力等等。然而，作者指出，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很多认知症预防法或治疗法，其中有不少其实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甚至有些已经被医学彻底否定。阿尔茨海默病一旦发病，
目前医学还无法完全逆转，虽然能够延缓病情进展，但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因此，如果实践了错误的治疗法或预防法，不仅会浪费时间和金钱，甚至还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正因为如此，辨别信息真伪就变得极其重要。作者特别提醒，必须警惕对健康食品的过度期待。电视节目和健康杂志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宣传：激活大脑的奇迹食材，提升记忆力的神奇食品。这些广告词往往非常吸引人，而且很多人会觉得，反正是食品，也不会有副作用，不如试试看。例如，一些成分不明的可疑粉末、茶饮等，有时甚至被宣传的像治疗认知症的特效药一样。当然，像 MCT 油、绿茶、莓果类这些天然食材，确实可能对大脑健康有一定帮助，尤其是莓果中富含的多酚类物质，具有较强抗氧化作用。一部分研究也显示，它可能对认知功能有正面影响。但是，截至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只靠某一种食物就能像魔法一样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甚至让已经发生的认知症奇迹恢复。很多研究其实只是动物实验或细胞层面的研究结果，这些结果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人类一定有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公开表示，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特定营养补充剂或草药能够预防认知症或认知功能下降，因此，确认权威公共机构的观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作者也提到 ，Omega-3 脂肪酸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外。实际上，已经有不少研究发现，经常摄取富含 Omega-3 的青鱼，比如经常食用沙丁鱼、竹荚鱼、青鱼等的人，其认知症风险相对较低。而且这一结论已经被多项研究重复验证，因此可信度较高。但这里有一个重点，这些研究指的是吃天然鱼类的情况，并不代表把 Omega-3 做成保健品吃就一定有效。目前，关于单独服用 Omega-3 补充剂的明确效果，其实仍缺乏充分证据。因此，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依赖某一种超级食物，而是广泛均衡地摄取各种天然食材，重点在于不要依赖单一食品，而是组合多种食物，同时，也不要过度依赖把单一营养素人工提炼出来的补充剂。归根到底，真正的基础始终还是每天的饮食习惯。作者特别强调，只要有吃保健品，就算饮食乱一点也没关系吧。这种想法其实最危险。事实上，在认知症预防领域，目前科学证据最充分支持的，并不是某一种单独食物，而是整体饮食模式。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地中海饮食。它的特点包括多吃蔬菜水果，多吃全谷物，多吃坚果和鱼类，使用橄榄油，减少加工食品。许多大型研究和长期干预实验都发现，地中海饮食与维持认知功能、降低认知症风险存在明显关联。坚持地中海饮食的人，不仅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较低，认知功能测试成绩也更好。这说明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孤立地摄取某种健康食材，而是把多种健康食材合理组合，通过不同营养素与功能成分之间的协同作用，来保护大脑健康。组合这个视角非常重要。营养素与食材，最重要的不是单独吃什么，而是如何搭配。最后，作者总结道，并不存在像魔法药物一样，只靠某种保健品或食品就能治疗认知症的方法。饮食中最重要的，始终是平衡。而这种长期日积月累的平衡饮食，才会真正决定未来的健康。接下来要介绍的会让外表明显老化的 NG 习惯是，只是在回忆过去，而且不给任何人看的日记。很多人都听说过，写文章对活化大脑有好处。实际上，也有不少人把写日记当作预防认知症的方法之一。确实，写文章本身会动脑。从预防认知症的角度来看，像写日记这样回顾过去的行为，能够唤起记忆，因此被认为有一定效果。仅仅是回想每天发生的事情，并整理成文字，对大脑来说也算是一种刺激。但是，作者指出，日记和备忘录这种写作形式，主要关注的其实是自己过去的记忆。也就是说，写日记很容易变成一种重复回放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单纯作业。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写日记时并不会假设有读者的存在，结果就是思考容易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缺少向外传达的意识，所以对大脑刺激的范围其实有限。作者认为，仅靠这种方式还不足以全面活化整个大脑。事实上，真正能够强力活化大脑的方法，并不是写日记，而是以让别人阅读为前提，去创作具有创造性的文章，不仅仅停留在回忆过去，而是发挥想象力，创造世界观，尝试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别人。这样的行为才会真正刺激大脑。重点不只是过去，而是把意识投向未来与他人。近年来，关于认知症预防的研究发现，与他人互动、处理新信息、想象未来等思考活动，会同时活化大脑多个区域。换句话说，不仅仅是回忆，更重要的是创造新的思考。而且，当这些内容还需要传达给别人时，对大脑的刺激会更强。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提升写作效果的方法，例如，一边具体想象未来计划和目标，一边写作，创作虚构故事与有魅力的人物，构建复杂世界观，从多个角度深入思考同一主题，写出有逻辑、有说服力的文章。这些行为都会同时动用大脑多个区域。因此，作者认为，如果要写东西，那么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写以自己为主角的小说或创意故事，并让别人阅读。实际上，被认为对认知症预防特别有效的活动之一，就是小说创作。因为在创作过程中，人必须意识到读者存在，想象角色的情感与思维，理解他人的视角，这会大幅活化想象力与社交相关能力。相比单纯回忆过去，创作故事更能刺激丰富的想象力、理解他人的能力、多角度思考能力。因此，大脑多个区域会被同时激活，从而有助于维持和提升认知功能。接下来，作者又介绍了另一种会让外表明显老化的 NG 习惯，越做越容易让大脑退化的脑力训练和记忆术。很多人为了预防认知症，或者想让自己更聪明，会做各种脑力训练游戏。由于只要用手机就能轻松开始，所以很多人把它当成每天习惯，而且随着分数提高，也会让人产生自己脑袋变聪明了的感觉。因此，这类训练很容易持续下去。但是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脑科学家、研究人员与医生开始对这些脑力训练提出质疑。专家们特别指出的一点是，脑力训练中游戏分数提高，并不等于大脑整体认知能力真的提升。简单来说，很多时候只是游戏变熟练了，而不是大脑本质能力真的增强。在英国进行的一项针对1万人以上的大型研究中，研究人员让参与者连续6周进行各种脑力训练任务，结果发现，在训练过的项目上，成绩确实提高了，但对于那些没有训练过的任务，却几乎看不到改善。作者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就像只练某一块肌肉的健身一样，只练手臂，手臂当然会变强，但并不代表全身协调性都会提升。同样的，记忆术与特定训练，也只是针对某一局部能力。目前并没有充分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训练能够真正改善整体认知功能，或直接预防阿尔兹海默症。因为人的认知能力，并不仅仅只有记忆力，它还包括注意力、问题解决能力、逻辑思考、环境适应能力等。这些能力彼此复杂交织，但很多脑力训练其实只是专门训练如何更高效地记忆信息。虽然相关能力会提升，但往往只是局部功能强化。大量研究表明，这种训练成果很难迁移到其他认知能力上。例如，就算通过记忆术更会记电话号码，也不代表问题解决能力会提高。这就像网球挥拍练习，并不会直接让棒球打击技术变强。因此，真正能够活化大脑、提升整体认知功能的，并不是单调重复训练。作者认为，大脑最需要的是新鲜挑战、多样刺激、社交互动。真正重要的是环境变化与意料之外的刺激，例如学习全新知识、解决复杂问题、与人积极交流。这些行为都会同时刺激大脑多个区域，尤其是人与人的沟通非常重要，因为绘画与人际关系中包含了大量判断、思考、
情绪理解、及时反应，这些都会成为对大脑极好的刺激。最后，作者提到，现在甚至有研究认为，过度依赖手机上的脑力训练，不但未必能预防认知症，反而可能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因为许多脑力训练 App 会利用行为经济学、心理学、奖励机制，不断刺激大脑的奖励系统。这种机制其实和网络赌博、电子游戏非常类似。当玩家过关获得奖励时，大脑会大量释放多巴胺，而长期过度刺激多巴胺系统，反而可能对大脑造成负面影响。作者因此警告，如果过度沉迷手机脑力训练，结果可能不是预防认知症，而是让认知功能逐渐下降。我们总以为大脑老化是年龄增长后无法避免的事情，但事实上，真正悄悄伤害大脑的，往往是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可能正在一点点加速大脑的衰老。而真正能够保护大脑的，并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药，而是长期稳定且平衡的生活方式。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